眼下，世界杯正席卷全球，狂赚上百亿美金。而中国足坛最火的，却是两个男人的嘴炮，一个吐槽对方不懂球，一个嘲讽对方蹭流量。最魔幻的是，这俩大佬吵得脸红脖子粗，最后却都发誓：我搞足球绝对没赚钱。从94年甲 A 算起，中国足球商业化已经折腾了30多年，期间也进过世界杯，拿过亚冠。可30年后，全世界都在研究如何让足球更赚钱的时候，咱们的盘子却彻底稀碎，甚至连靠足球赚钱都成了一种洗不清的原罪。今天，咱们就来彻底扒一扒中国足球商业化走过的30年，看看它为什么一次次站上风口，又一次次跌入轮回。1994年4月17日，成都体育中心，4万球迷掀起的人浪从看台这一头滚到那一头，全场红色的海洋在沸腾，魏权一脚劲射洞穿了辽宁队的球门，这是甲 A 联赛历史上第一粒进球。这一天，中国足球等得太久了。从连维四到苏永顺，从荣志行到古广明，几代人在体工队的体制里摸爬滚打，却始终被挡在世界杯门外。现在职业化来了，球有人看了，一切似乎都要不一样了。职业化改革名义上是学欧洲，实际上是一次甩包袱。体工队模式养不起了，国家不想再背这个财政包袱，于是把足球推向社会，推向市场。但有一个事实，从一开始就被喧嚣淹没了，这项让全国疯狂的联赛本身1分钱都不赚。甲 A 元年的俱乐部门票收入只能覆盖20%成本，转播权收入几乎为0，剩下的全靠老板往里面填。足协把足球推向社会，推出去的是一台烧钱机器，但各路企业仍然蜂拥而至，他们图什么呢？答案写在了王健林的故事里。1994年，王健林带着万达进入足球圈，那时他还不是中国首富，只是大连一个房地产商人。但他比很多人更早意识到，在那个媒体渠道并不丰富的年代，一支冠军球队就是全国最好的广告。他后来毫不避讳地说过，搞足球就是打广告，这个广告效应比投电视强得多。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万达5年4夺联赛冠军，大连成了中国足球第一城。万达集团也借着足球迅速打开了全国知名度。后来恒大、苏宁、华夏幸福纷纷进入足球，看似模式各异，其实都延续着同一套商业逻辑：企业赚钱，足球负责放大品牌。但王健林和后来很多投资人又有一个重要区别，他是真的喜欢足球。他几乎场场到现场，看赢球也看输球，会因为裁判误判冲进场内据理力争，也会在更衣室和球员一起流泪。他希望广告有效，也希望足球变好。1998年足协杯半决赛，万达对阵辽宁，几个关键判罚让万达输掉了比赛。王健林直接冲进场内，对着镜头宣布：中国足球就是一场假 A， 万达永远退出中国足球。这不是一时冲动，他搞足球的5年里，经历过裁判争议、赛程调整、规则反复、行政干预。他原本相信，只要联赛不断发展，这些问题终究会被市场慢慢修正。但最终他发现，在这套半行政半市场的体系里，真正决定俱乐部命运的并不完全是比赛本身。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意识到另一件事：5年过去了，中国足球依然没有建立起真正属于自己的商业模式。欧洲俱乐部可以靠转播权赚钱，靠版权赚钱，靠球衣和衍生品赚钱，靠培养球员赚钱，而中国俱乐部的绝大多数收入仍然来自老板不断往里输血。足球不是一门生意，它仍然只是一块广告牌。而广告牌最大的特点就是，当品牌已经打响，它的价值便开始递减。1999年底，万达退出，大连实德接手球队。临别时，王健林留下了一句话：真的不甘心。王健林下车了，他曾以为职业联赛会慢慢学会尊重市场规则，但仅仅2年后，中国足球就用一种更极端的方式告诉所有人，在这里，商业始终要给行政让路。2001年，为了豪赌韩日世界杯，足协掌门人严世铎大手一挥，宣布联赛取消升降级。商业合同、赞助商利益、联赛观赏性，在一切为冲击世界杯让路的红头文件面前被碾得粉碎。这一刻，中国足球第一次向所有投资人释放出一个信号：联赛可以为国家队随时让路，市场规则也可以随时修改。随后，
中国足球迎来了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沈阳五里河体育场，于根伟一脚扫射，中国队1-0击败阿曼，提前2轮出线。全国沸腾了，球迷涌上街头，汽车喇叭声响彻夜空。出线之夜，严主席对着摄像机大声喊出：“中国足球站起来了！”今天，大家总爱拿这句话开玩笑，但在当时，没有人觉得可笑。严世铎眼眶通红，球员们抱头痛哭，无数中国球迷相信中国足球终于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然而，狂欢的背后，站上世界杯舞台的那支中国队，恰恰是一支横跨2个时代的球队。范志毅、马明宇、李铁、孙继海，他们大多成长于专业队和体工队体系，在职业联赛开始之前就已经接受了系统训练。职业化并没有培养出他们的足球启蒙，但确实给了他们更高水平的联赛、更职业的训练环境，以及越来越多留洋欧洲的机会。世界杯前后，中国足球迎来了第一次留洋潮。孙继海加盟曼城，成为第一位在英超站稳脚跟的中国球员。李铁登陆埃弗顿，杨晨也在德甲证明了自己。邵佳一、李玮峰等人也陆续走出国门。那时候的中国足球恰好站在2个时代的交汇点。老体工队培养出来的球员基本功扎实，职业联赛又迅速提高了比赛强度和职业化水平。健力宝留学巴西等探索，也让一部分球员更早接触国际足球。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球员的薪资还没有与竞技水平脱节。欧洲俱乐部买一个中国国脚，价格不高，还有打开中国市场的附加价值。于是，中国足球迎来了短暂而灿烂的留洋黄金时代。旧体制负责播种，职业化负责灌溉，直到2002年，这批球员终于迎来了成熟和收获。然而，也正是在这场狂欢中，一个真正的问题被所有人忽略了：这一代球员之后谁来接班？职业联赛办了8年，球迷越来越多，广告越来越多，老板越来越多，可真正能够持续培养年轻球员的青训体系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俱乐部依旧主要依靠母公司输血生存，培养青少年没有广告效果，自然也很难成为老板们的投资重点。足球仍然赚不到钱，它依旧是一块广告牌，只不过广告做得越来越大，而庄稼却快收完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更激进的玩家已经悄悄坐在了牌桌上。2000年，28岁的徐明接手万达队，组建大连实德俱乐部。与酷爱足球的王健林不同，徐明并不是一个球迷。据说在接手球队之前，他连场上有几名球员都说不清楚，但他却敢向市里立下军令状：实德搞足球，冠军100分，亚军不及格。王健林认为足球的价值在于广告，而徐明发现真正值钱的并不是足球，而是足球背后制定规则的权利。足球本身不赚钱，可联赛越来越值钱。世界杯出现之后，甲 A 联赛冠名费从最初的1000万元一路涨到上亿元，而这些钱大部分却并不属于俱乐部。按照当时的制度，联赛商业开发、冠名赞助、注册管理、转会审批等核心权力都掌握在足协手里。俱乐部负责花钱养球员、建梯队、打比赛，却只能拿到有限的商业分成，而足协几乎不用承担经营风险，却牢牢掌握着整个联赛的规则和利益分配权。一个健康的产业，大家争的是消费者；一个赚不到钱的产业，大家就会把目光转向别的东西。徐明很快开始了自己的布局，他通过资本运作，先后控制了四川冠城、沈阳金德等多家球队。当这些球队在联赛中相遇时，比赛便不再只是比赛，而越来越像一家公司的内部协调。冠军、保级、转会，足球开始变成资源配置的一部分，徐明就可以在幕后任意操纵胜负。很快，实德队在徐明操纵下实现了甲 A3连冠，成为中国职业足球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球队。而徐明的野心绝不止于此，他的目标是整个联赛。2004年，北京国安因争议判罚愤然罢赛，一场积压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徐明抓住机会，联合7家俱乐部发起著名的 G7革命，向足协逼宫，公开要求政企分开、管办分离，让俱乐部参与联赛管理。这些诉求表面上看十分合理，但徐明真正想的并不是改革，他想争夺的是规则本身。他早就看穿，谁制定规则，谁就拥有整个联赛最大的利益分配权。据后来不少业内人士回忆，徐明的野心很大，
他想踢掉足协，成立一家独立运营的联赛公司，然后再控制这家公司到海外上市圈钱。这场改革最终在严世铎的铁腕镇压下迅速瓦解，徐明被边缘化，他的大梦开始落幕。而中国足球的草莽时代也在混乱中走向它的终点。既然足球不赚钱，秩序又不容挑战，那钱就只能从暗处去搞。于是，行政与资本夹缝中的商业体系开始迅速腐烂。2009年，反赌扫黑风暴席卷中国足坛，假球、黑哨、操纵比赛、权钱交易接连曝光。2010年，谢亚龙、南勇、杨一民等足协高层相继落马，中国职业足球第一次商业化实验以一种最难堪的方式画上了句号。从1994到2010，中国足球走完了商业化的第一个周期。16年前，人们希望市场能够救活足球，16年后，人们却发现足球依然养不活自己。广告牌还立在那里，可庄稼已经收完了。而等待中国足球的，并不是痛定思痛，而是一批比广告商更有钱也更疯狂的新玩家。2010年，中国足球正躺在停尸房里。去年8月，反赌扫黑风暴正式启动，风暴从俱乐部层面开始，迅速向上蔓延。10年1月，足协主政者南勇、副主席杨一民被专案组带走，随后被刑事拘留，整个足坛震动了。而这只是开始。2月底，前任掌门人谢亚龙也被带走。至此，足协的核心管理层几乎被一锅端，赞助商跑得比球迷还快，所有人都巴不得跟足球撇清关系。但就在谢亚龙被带走的同时，一个嗅觉灵敏的人却逆势走了进来。2010年3月，恒大集团以1亿元买下广州医药队，消息传出，整个足坛都在看笑话。一个烂透了的行业，一支降级队，这个许什么印到底图啥？许老板没有说话，他直接用钱回答：郑智、孙祥、郜林，当打之年的国脚全部买来。穆里奇从巴西飞来，创下中超转会费纪录。一个降级队花钱比所有中超球队都猛，整个足球圈都以为遇到了一个疯子，但很快他们就会后知后觉地发出感叹。普通人一片悲观的时候，投机者已经看到体制的焦虑。许家印敏锐地意识到，高层重视足球，国家要重整足球形象，谁在这个时候出来接盘、出钱出力，谁就是帮体制分忧，就能获得巨大的红利。他算的一直都不是足球账，而是信用账、杠杆账。1994年的王健林投资足球图的是知名度，而如今的许家印要的是绝对的信用背书。随着房地产行业进入大开大合的黄金10年，恒大急需在全国2、3线城市疯狂拿地、疯狂信托融资。在那个动辄需要撬动1000亿资金的超级盘口里，足球成了最完美的绿色通行证。俱乐部不赚钱没关系，投足球1年亏损10个亿，在普通企业眼里是无底洞，但在万亿地产大鳄的财务报表里，不过是一笔极其廉价的金融获客和商务公关成本。只要恒大在绿茵场上展现出紧跟政策、极度有钱的霸主姿态，地方就愿意给出更便宜的土地、更绿色的规划审批，银行和信托就敢批下成百上千亿的授信。2011年，恒大升入中超第1年就夺冠，升班马夺冠，这是中国足球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但这只是开胃菜。2013年亚冠决赛，恒大对阵韩国首尔 FC，2回合战平。恒大靠客场进球优势登顶亚洲之巅，整个中国沸腾了。大家都知道，这是钱砸出来的冠军，可钱砸出来的冠军也是冠军啊！这是中国俱乐部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成就。许家印站在天河体育场的草坪上，被闪光灯包围，笑得像一个刚拿下1000亿大单的销售冠军。事实上，他确实拿下了亚冠冠军带来的资源，远超任何广告。恒大在全国的拿地速度和面积在这一年达到顶峰，许家印凭此登上大会堂，跻身全国顶级企业家的行列。整个中超联赛随即被这场海啸带入了世界第6大联赛的幻觉。华夏幸福、江苏苏宁、天津权健、上海上港等地产和金融资本嗷嗷叫着挤上牌桌，孔卡、奥斯卡、特维斯、保利尼奥国际巨星的咖位越来越大。本土国脚的身价也随之水涨船高，转会费轻松过亿，年薪1000万是起步价。
这种极度扭曲的户口本溢价，彻底断绝了中国年轻球员前往欧洲留洋的动力。既然躺在国内的温水里就能拿到欧洲豪门级别的薪水，谁还愿意去海外过苦日子？旧体制的庄稼彻底吃完了，金源资本干脆连地也不种了，直接用超能力在沙荒地上搭建了一座空中楼阁。当然，也不是没有人尝试种地。就在所有资本都在追逐眼前冠军的时候，有一个老教练守着一座不起眼的青训基地，默默培养着下一代球员。只是那个时候，没人关心他的故事。当亚冠冠军的荣耀被写进汇报材料，当世界级球星的加盟让联赛上座率冲到亚洲第一，足协从监管者变成了这场狂欢的受益人。2015年，中超版权卖出5年80亿的天价，足协分到了真金白银。各大俱乐部烧钱搞军备竞赛，足协的品牌价值也跟着水涨船高。在这个巨大的利益闭环里，没有人愿意去踩刹车，踩刹车意味着放弃眼前的政绩。从2010年空降足协的韦迪，到2014年接棒的蔡振华，外行主政的掌门人更需要一份能尽快交差的答卷。而许家印烧出来的亚冠，就是体制内最漂亮的功劳簿。2016年10月，在许老板的赞助下，里皮以近2亿的天价年薪接手国足，更是将这种各取所需的默契推向了高潮。所有人都在狂欢，没有人问一句：这些钱到底从哪里来的，又怎么赚回来？在不赚钱的足球身上，永远赚不回来。足球在许老板们手上已经不是广告牌了，而是一根金融杠杆。他们用这根杠杆撬动土地，撬动银行，再用银行的钱来喂养足球。雪球越滚越大，债务越积越多，俱乐部巨亏，但开发商们却在场外赚得盆满钵满。这是一个巨大的、看似永不熄灭的烟花。然而，烟花最亮的时候，离熄灭也就不远了。2019年11月，世界杯预选赛，中国队1比2输给叙利亚。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世界杯冠军教练里皮彻底情绪失控，他没有留任何情面，对着镜头甩下一句话：如果球员在场上没有斗志，无法执行战术，那就是我这个主教练的责任。我的年薪非常高，但我不想抢钱。现在我宣布辞职。老头扯掉工牌走了，一句我不想抢钱，成为了金元时代最响亮也最讽刺的丧钟。烟花不是突然熄灭的，早在2018年，金元足球的裂缝就已经开始蔓延。那一年，房地产融资渠道持续收紧，房企的现金流越来越差。恒大、华夏幸福、佳兆业这些在中超赛场上挥金如土的开发商，账面上的资金链已经开始嘎嘎作响。同时，高层对足球的态度也在发生微妙变化，上面逐渐意识到，一些资本正在把足球异化为融资工具，而足球的核心国家队成绩和青训非但没有提高，反而彻底烂掉了。于是，金元足球从政治正确变成了政治包袱。2019年8月，国企干部出身的陈戌源在这样的背景下走马上任。他是中国足协历史上第一个非体育系统出身的专职主席，此前是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董事长，执掌上港集团期间，花巨资买球星，把旗下上港队送上了中超冠军宝座。他的上台本身就是金元逻辑登峰造极的产物。既然国企能把俱乐部管好，为什么不能让国企的代表来管整个足球呢？但陈戌源比任何人都清楚，他这个位子正坐在定时炸弹上。他带着金元出身的标签上任，而金元足球正在变成一座即将坍塌的危楼。如果他不出手，楼塌了，他就是那个纵容泡沫的罪人。摆在陈戌源面前的，其实只有一条路，和金元时代切割。果然，上台后不久，陈戌源就对金元足球密集地砍出3刀。第一刀，俱乐部与母公司名称脱钩，广州恒大淘宝变成广州队，上海上港变成上海海港。第二刀，限薪令，本土球员年薪被压到税前500万，外援被压到300万欧元，不允许再烧钱。第三刀，职业联盟筹备，把中超联赛的经营权从足协手里剥离出来，交给俱乐部自己管。这3刀方向都是正确的，但执行的方式是典型的国企式行政命令，一刀切，没有缓冲，不顾现实。2020年8月，房地产3道红线正式出台。央行和住建部要求开发商必须降低负债率，超过红线的企业不得新增有息负债。中超最核心的投资方几乎全部在红线榜上。
母公司的融资闸门被拧死，输血给足球俱乐部的管道瞬间被切断，而中性名又切断了企业投资足球最直接的回报——限薪令，导致大量合同纠纷和欠薪潮爆发。行政的猛药和宏观的急刹车相撞，就像一个病人已经失血过多，医生不给输血，反而告诉他以后只能喝粥。粥是健康，但病人已经没力气端碗了。而陈戌源却还坐在职业联盟筹备组组长的位子上，大肆揽权捞钱。2021年2月28日，江苏苏宁队这支刚刚在几个月前夺得中超冠军的中超俱乐部宣布停止运营。一支冠军球队在母公司资金链断裂之后，甚至连一个愿意接盘的买家都找不到。华夏幸福降级后消失，权健老板束昱辉入狱，重庆两江竞技破产，武汉长江、广州城、深圳佳兆业纷纷倒下。恒大在亚冠夺冠9年后降入中甲，许家印本人从首富沦为阶下囚。2023年2月，陈戌源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调查。他以为自己是来拆弹的，却用最粗暴的手段引爆了炸药。直到爆炸声响起，人们才发现那些亚冠奖杯、天价外援、80亿版权合同，从来不是中国足球繁荣的证明，而是房地产泡沫的投影。当房价在涨，土地在涨，杠杆在加，足球就跟着歌舞升平。当融资一断，投影仪的电源被拔掉了，墙上那个光鲜亮丽的画面一瞬间就消失了，留下的是一个彻底空心化的联赛和一群被天价合同养懒，再也无法走出国门的球员。第一个时代，中国足球依附广告，广告牌倒了，足球倒了。第二个时代，中国足球依附房地产，地产崩了，足球也崩了。两个时代看似天差地别，却始终没有回答同一个问题：如果离开了广告，离开了地产，中国足球究竟靠什么活下去？烟花灭了，满地纸屑，而金元时代的废墟正在被一群从来没有进过足球圈的人悄然占据。2016年10月6日，西安，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金元打造的中国队0-1输给叙利亚。中场哨响，一名球迷站在看台上，挥舞着双手，对着球场声嘶力竭地怒吼：“对得起我们吗？退钱！”短短几秒钟的视频很快在微博和各大论坛传播开来。随后几年，随着短视频平台迅速崛起，这段画面被一次次剪辑、二创、配音，退钱哥这个名字火遍全网。几乎就在同一时期，足球的话语权开始从电视、报纸和专业媒体逐渐转移到直播间、评论区和手机屏幕。那时候，广州恒大仍在亚冠赛场攻城拔寨，奥斯卡·胡尔克等世界级球星还在中超大杀四方。表面上，中国足球依然沉浸在金元时代最后的繁华里，但另一套全新的商业逻辑却已经悄悄生长。过去，足球拼的是成绩，后来足球拼的是资本，而现在拼的是流量。足球开始脱离球场，被切成一段段短视频，在手机屏幕里重新传播。过去，人们因为热爱足球而看比赛，如今越来越多人连比赛都懒得看了，只等着刷到几段视频，看几个段子，再顺手骂两句国足。输球可以上热搜，内讧可以上热搜，就连球员吃海参都能成为全民吐槽的话题。不知不觉，中国足球成了互联网最大的公共情绪出口，也成了最大的流量公厕。谁都能进去骂两句，收获1点流量。竞技价值越来越低，情绪价值却越来越高。于是有人开始尝试把足球本身变成一种持续生产情绪、持续获得流量的生意。6月6日，一条中国足球小将夺得意大利国际青少年杯赛冠军的新闻在网上快速传播。中国孩子绝杀后的疯狂庆祝，场边教练激情怒吼，中国球员与欧洲小球员发生冲突，双方家长隔空喊话，一条条几十秒的视频不断刷屏，播放量轻松突破100万、1000万。许多平时根本不看足球的人也开始在评论区热烈讨论，大家正被一种强烈的情绪点燃，而站在这些情绪中央的人就是董路。董路是国内较早的一批足球记者和解说员。短视频刚刚兴起时，他也和许多人一样冲进来创业，投资做足球直播和短视频，却因为版权问题很快陷入困境，几乎走到破产边缘。危机中，他想到了一条路，既然别人的比赛不能播，那就自己创造比赛。2017年暑假，
董路通过网络视频寻找有天赋的孩子，将他们免费接到北京，组队参加百对杯比赛。这次尝试意外成功，网络直播吸引了30万人次观看，一个独特的网络足球模式就此萌生，用足球内容制造流量，再用流量在直播间里变现。董路的足球小将不建青训基地，没有长期训练营和专业的教练团队，也不跟学员签经纪合同，而是只做选拔和曝光。他面向全国公开掐尖，把来自不同球队、不同青训机构的优秀孩子集中组队，免费带着孩子们去国内外各地比赛。他把过程剪成短视频，在直播间里一边放比赛，一边评国足喷足协，一边带货卖茶叶卖会员。这些年，围绕足球小将最大的质疑之一，就是你是不是在拿孩子赚钱？面对质疑，董路几乎每次都会主动晒账。他说，9年来，项目投入了5800多万元，除了1000多万外部投资外，大部分都是自己直播带货赚来的。而足球小将的成绩实实在在，9年间，球队参加了上千场比赛，多次击败欧洲豪门梯队。26年，U17国少队的名单中有超过9人参加过他组织的比赛。也正因为如此，董路在网上拥有了大量支持者。在大家看来，不管方式如何，董路真的把一批孩子送上了更大的舞台。当年，王健林靠足球给万达打广告，再通过房地产赚钱。如今，董路靠足球小将搞 IP， 再通过直播赚钱。30年过去了，足球竞技本身依然赚不到钱，但董路毕竟向前迈了一步，开始依靠足球内容创造商业价值。可是他跑通的并不是足球产业，而是足球流量。当年王健林的头顶上是足协，而今天董路的处境更加严峻，他的上面是平台算法。那时的足协至少还懂点足球，而平台算法却不会关心孩子的未来。他不关心孩子5年后能不能踢上职业联赛，他只关心这条视频今天有没有人点开。有媒体注意到，为了持续更新内容，足球小将常年奔波于国内外各类赛事，比赛、直播、拍摄、剪辑几乎填满了整个行程，而合练次数却寥寥无几。当出片率和话题度成为隐性考核指标时，孩子们的角色就在学员与 IP 之间模糊了起来。在他的视频账号里，训练可以播，比赛可以播，球员选拔可以播，更衣室也可以播，甚至一场普通的青少年比赛也能够拆解成几十条短视频，在互联网上持续传播。于是，一个足球小将的 IP 逐渐生长起来。在流量逻辑下，球员的每一步成长都被包装成了可以反复收割的盲盒。董路甚至曾公开表示，踢不出来也能当网红。在董路看来，这也是给孩子们多一条出路，但这却被很多专业人士批评为足球真人秀。带头批评董路模式的人是孙继海。孙继海经历过中国足球的高光时刻。2002年，中国足球进入世界杯，他是主力队员。后来，他登陆英超曼城，成为中国球员留洋的代表人物。退役之后，孙继海没有像很多前国脚一样去搞解说、当教练。2019年，他去了新疆，在那里，他接触到了中国基层足球最真实的情况。新疆并不缺会跑、会拼的孩子，缺的是一套把这些孩子送出去的体系。很多好苗子踢到10几岁就没了消息，不是没有天赋，而是没人知道该怎么培养、怎么选拔。对此，孙继海利用他的影响力，拉来国字号教练，推动建立学校加基地的人才培养体系。他的蓝图是在学校普及足球，然后通过统一的教练团队和训练大纲，把好苗子从全疆各地输送到基地进行长期集训。这几年，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新疆中小学生参与校园足球活动的人数从2018年的1万多人增加到12万余人。大批新疆籍足球人才进入了职业联赛和国少国青集训队。有了新疆的经验，2024年，孙继海正式启动嗨球少年青训计划，开始全国选材。如果说董路相信比赛能锻炼球员，那么孙继海相信的就是训练才能培养球员。他选择了一条重投资、长期孵化的路。他以公益足球的名义与地方合作，在大连、遵义等地建起了全封闭的青训基地，从全国海选有天赋的苗子长期培养。他的商业模式是这样的：基地承担日常的吃住训练、运动装备、外出比赛，甚至出国冬训等全部费用，免费把学员培养到18岁。但学员若主动退出，需要承担培养期间的相关成本。18岁后，如果学员达到职业水准，
那么公司拥有第一份职业合同的优先签约权。相比于董路羊毛出在猪身上的互联网玩法，孙继海养球员卖球员的模式在商业上几乎没有任何短期回报可言。培养一个职业球员，从12岁到18岁，至少6年，真正出成绩甚至需要10年以上。这些年里只有投入没有产出，6年之后还不一定踢得出来。就算踢出来了，中国足球转会市场畸形，也让靠转会费回本这件事变得极其不确定。在嗨球少年训练场上的画面，往往不像短视频里那么刺激，没有绝杀，没有冲突，没有100万播放。更多时候是孩子们反复练习停球、传球、跑位，一遍又一遍。足球小将夺冠后，两人的争论越来越激烈。董路说：“你练了那么多年基本功，还是不能赢球。”孙继海回应：“没有基本功，赢几场比赛没有意义。”两个人吵的是足球，评论区吵的却是另一件事：搞了这么多年，又培养出谁了呢？过去30年，中国足球尝试过太多道路，职业化搞过，外籍教练请过，金元砸过。每一次失败之后，球迷听到长期建设、培养新人这些词，第一反应都是又来了。在情绪已经积累到极限的流量时代，一个人讲10年后的希望，很难战胜另一个人展示在眼前的热血。这也是孙继海尴尬的地方，他面对的不只是董路，而是整个时代的耐心正在消失。然而，中国足球其实并不是没有青训成功的案例。早在金元巨浪来临前的2000年，国足老教练徐根宝就在上海崇明岛租下一片荒地，建了一座足球基地。他四处借钱举债，在岛上招了第一批孩子，全是10岁出头的少年。这批少年在10年后撞上了金元狂潮，成为了中超最中间的骨干，其中有吴磊、张琳芃、严俊凌。徐根宝用20年的孤注一掷证明了一件事：青训不是不会结果，只是结果来得太慢，慢到无法适应流量时代。这还不是最严峻的，金元时代的腐败和崩塌，掏空的不仅是人们的信心和耐心，更是公众对足球商业化的信任。当许家印们用足球做杠杆，用赞助做贿赂，用冠军做政绩，大家得出的结论是：所有想在足球里赚钱的人都是骗子。这是整个社会为30年商业化失败付出的代价，一笔沉重的心理负债。所以，孙继海还要面对另一种质疑：许多人认为他打着公益的旗号跟官方合作，实际上是为了套取补贴，换取各种资源。事实上，不仅是孙继海，就连董路也得通过反复晒账单来自证清白。30年前，王健林可以坦坦荡荡地说：“我就是来打广告的，没人觉得有什么问题。”30年后，无论是孙继海还是董路，他们做的第一件事都不是介绍自己的足球理念，而是反复向公众证明：我不是来赚钱的。一个行业如果连赚钱都变成了一种原罪，那么它离真正的商业化其实还有很远。就在董路和孙继海还在网上争论不休的时候，另一种足球却借着同样的流量，悄悄走出了另一条路。贵州榕江没有资本运作，没有天价外援，没有明星教练，也没有足协审批。一群农民、小贩、挖掘机司机，白天干活，晚上踢球。比赛奖品不是奖金，而是黄牛、香猪和土鸡。短短几个月，这座西南小县城火遍全国。村超的爆火同样离不开流量。没有短视频平台，它或许仍然只是一场乡村比赛，但这一次，流量没有反过来塑造足球。人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等一个绝杀，不是为了看一场冲突，也不是为了骂国足、刷段子，而是享受足球最原始的快乐。更重要的是，足球第一次开始真正带动一座城市，酒店住满了，餐馆排队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旅游火起来了。它没有让一家俱乐部发财，却让一座小城热闹了起来。足球第一次没有成为某一家企业的广告牌，没有成为房地产的金融杠杆，也没有沦为直播间里的流量商品，而是真正变成了社区的一部分。村超当然没有解决中国足球商业化的难题，职业联赛依然亏钱，青训依然艰难，足球本身依然没有建立起能够养活自己的商业体系。但它至少证明了一件事：足球不是不能创造价值，只是过去30年，我们一直在寻找错误的赚钱方式。从广告时代到金元时代，再到流量时代，广告赚了钱，房地产赚了钱，流量赚了钱，可足球自己始终没有真正赚到钱。也许
我们应该重新回到足球最开始的地方——球场、社区，以及那些愿意下班以后踢场球、周末带着孩子看一场球的普通人。只有当足球能为他们创造快乐，中国足球的商业化才能真正开始走出轮回。